小伙伴们知道什么是暗黑心理学吗？听起来很有趣，对吧？虽然还不是一个正式的分支领域，但暗黑心理学已经成为普罗大众感兴趣的话题，因为它指的是对涉及剥削和操纵人的心理现象的研究和应用，而且对这些策略的认识对于保护自己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并不是每个使用心理策略的人都有恶意。事实上，我们将在这里描述的许多现象都是在研究中发现的，旨在更好地理解令人不安的人类行为的个别案例，并将其应用于社会改革。话已至此，这支影片我们就来学习一些暗黑心理学的技巧，或者更好地保护自己免受操纵。群体思维这个理论是由社会心理学家欧文·詹尼斯博士在1972年提出的。在他对珍珠港轰炸、越南战争和猪湾入侵的研究中，詹尼斯博士很困惑，为什么这些高智商的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显然做出了非常糟糕的决定。他发现，在有凝聚力的群体中，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认知偏见，这导致他们接受一个代表感知到的群体共识的观点或结论，而不管他们自己是否相信它是真的或正确的。认识到群体思维的影响，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保持自主，在群体环境中更有效地做出贡献。服从权威，小伙伴们听说过臭名昭著的斯坦利·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吗？这个实验经常被引用为最不道德的心理学研究之一，在暗黑心理学中被广泛引用。米尔格拉姆的目的是研究人们对权威的服从，通过检查人们在服从权威时会在多大程度上伤害他人。令人不安的是，他发现如果有权威人士下令，参与者愿意对他人实施可能致命的电击，即使这与他们的个人价值观或判断相冲突。因此，了解影响服从权威的因素，可以帮助防范盲目追随不道德或操纵性指令。旁观者效应，旁观者效应是一种社会现象，当其他人在场时，个人在紧急情况下不太可能提供帮助。根据心理学家肯德拉·切里的说法，这种责任分散的发生，是因为人们认为别人会采取行动，从而导致不作为，减少了提供帮助的可能性。操纵者可以利用旁观者效应，通过创造情境，让个体在质疑或挑战操纵行为时犹豫不决，假设其他人会解决这个问题。但了解这种旁观者效应可以鼓励积极主动的参与，并给每个人都赋予抵制集体操纵的能力。爱情轰炸，心理学家阿莱纳·蒂安尼博士将爱情轰炸定义为一种强烈的压倒性的情感关注和爱慕的表现，用来建立控制和依赖。一开始，操纵者会对他们的目标倾注感情和赞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贬低和批评对方，侵蚀对方的自尊，加快他们对操纵者的依赖。认识到爱情轰炸和评估的模式，可以有助于摆脱有毒和操纵的恋情。社交工程，社交工程是一种心理操纵技术，通过利用人们的信任、责任心或帮助他人的愿望来欺骗个人。它通常涉及冒充、欺骗和操纵社会规范，以诱骗人们泄露敏感信息或做出有利于操纵者的行为。一些常见的例子包括虚假身份欺诈、钓鱼或假装需要帮助。比如，臭名昭著的性感泰德·邦迪引诱了他的大多数受害者，为了保护自己，要小心那些不请自来的请求，核实身份和意图，保持健康的怀疑态度，尤其是在在线互动中。操纵性说服，操纵性说服包括使用欺骗手段来影响某人的思想、情感或行为，以获取个人利益，通常是在个人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哈佛大学研究员和心理学家瑞恩·梅斯解释说，操纵者使用各种各样的技巧，比如调动情绪、制造紧迫感、传播错误信息、制造恐惧，或者用奉承来左右他人，使其对自己有利。梅斯说，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质疑说服策略背后的动机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才能避免被操纵，保持对自己情绪反应的意识和更加自信，也可以对抗操纵策略。
了解操纵者所使用的暗黑心理技巧，对于保护自己免受操纵至关重要，建立自我意识、情商和批判性思维技能，也将让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思想、行动和决定。记住，知识就是力量，通过保持信息灵通，可以更有弹性且有自主权地驾驭复杂的人类心理世界。小伙伴们对这支影片有什么看法？觉得它有趣且有启发性吗？大家认为还有哪些其他的暗黑心理学技巧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呢？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更多关于这个话题的知识，我们还有一支关于正和暗黑共情者打交道的5个迹象的影片，